小丫，我们快走吧，这里有问题。哎呀，你烦不烦啊？不就是看个舞吗？能有什么问题？这是什么？这上面画的不就是刚刚跳舞的舞姬吗？这么真实的画，是我的了。阿宁，你要记住，来路不明的古画绝对不能见，尤其是那些栩栩无声的人物画。爷爷，如果捡了会怎样？轻则会吸食持有者的阳寿，重则会人化异形。也就是说，画中人会成为现实的人，而现实的人会成为画中人。小牙，你快把这画丢了！我爷爷说过，这种栩栩如生的古人物画，轻则会吸人阳寿，重则会被画中人夺舍。都21世纪了，你真以为你爷爷是张天师呢？不过就是些封建迷信罢了。这画儿偏偏让我捡到，显然是跟我有缘。他仿佛也在说，我能跳出最好的舞，谁也比不过我，包括你。小丫，这画真的不能留。我昨晚查了这画的材质，它至少有几百年了，但画里的人却跟昨天跳舞的舞姬一模一样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？我爷爷说过。你够了，安宁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你从小雄心捧月，长得好，学习好，跳舞也好，去到哪里都是焦点。现在看我得了宝贝，怕我学会上面的舞，在舞蹈比赛上赢过你，抢你风头，所以你就编这些鬼话吓我，对不对？小丫，我没有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你信我，我是为你好。这幅画真的留不得。小丫，安宁，你们怎么一开学就吵架？哇，这画哪来的？好漂亮！画里的人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栩栩如生的画，怕是最好的画家也画不出来吧？是啊，你看这些蝴蝶，颜色鲜亮的像要飞出来一样。小丫，这画你从哪里得来的？真是个宝贝。听到了吗，安宁？所有人都觉得这画是个宝贝，只有你劝我扔掉。我看你就会危言耸听。难道真的是我误会了？也许这只是一幅普通的画。是梦，还好只是个梦。安宁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大半夜的，你喊什么呢？安宁，你有完没完？白天闹，晚上也闹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画上那个女的，她出来了，就站在小丫床头。哪有人啊，安宁，你看花眼了吧？是啊，是不是做噩梦还没醒，看错了？我看你就是诚心跟我过不去，白天说画笑了，晚上又说画里的人站出来了，你电视剧看多了吧？神经病！好了好了，肯定是噩梦太真了，安宁被吓到了，一时没分清梦境和现实。没事了，快睡吧。这幅画一定有问题。如画有问题，持画者会产生3个阶段的变化。第一阶段，
池化人会变得貌美无双。第2阶段，画中的东西会在池化人身边显现。第3阶段，池化人会变成比纸还脆的纸片人，到那时他会被诱导着穿上画中人一样的衣服，完成献祭仪式。到那时，简化人就会和画中人彻底互换。小牙，你怎么变这么漂亮了？一个暑假不见，你皮肤变得好白好细，像瓷娃娃。是不是做医美了？哪家医院？什么医美？我这是天生丽质，长开了，不像某些人见不得别人变好，就只会诋毁别人。小丫已经出现爷爷说的第1阶段的特征了，看来古画果真有问题，我得在后面2个阶段之前救小妖。同学们，此次舞蹈比赛开赛前会有个群舞，现在我们需要选出群舞的 C 位，大家可以推荐或者自荐。老师，我觉得我合适，外形确实出挑，站中间能吸引眼票。对，漂亮孩子放中间，小丫是颜值担当。社长，选 C 位不能只看脸吧，看舞蹈实力。周小丫暑假前水平中上，突然站 C 位，难以服众。实力，让你们开开眼。小丫，这个鼓该不会是那幅画里的鼓吧？你烦不烦？是不是我做什么你都要拦着？你就这么怕我比你强？看着。鼓上舞，小丫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？太厉害了，太牛了 ！C 位必须是小丫的，当之无愧。天啊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跳舞吸引了蝴蝶，这是武神在世啊！武神！1、2、3，7只蝴蝶，就连颜色都完全对应了画中的，竟然这么快就到了第2阶段。小丫。精彩，实在精彩。本来只是路过，看见有蝴蝶飞进来，好奇跟过来看看，没想到看到了比蝴蝶更美的人。这位是季恒远，季少。季恒远，校董的独生子，海城顶级富2代。同学，你的舞姿令人难忘，认识一下。季少你好，我是周小丫。明晚君悦餐厅，可否赏脸共进晚餐？真的吗？我一定到。我宣布，小牙同学是 C 位的众望所归。小牙，你居然获得了季少的青睐，还被选中了 C 位，看来你马上就要成为豪门少奶奶了。安宁，以后众人捧月的人只会是我了。爷爷，我室友周小丫捡了幅古画，画上是跳鼓上舞的舞姬和7只蝴蝶，她现在越来越像画里人，皮肤白得吓人。刚才跳舞真飞来7只蝴蝶，和画上一模一样。她还摔了一下，整张脸直接扁了一半。画魁借命，已到最后关头，只差穿画衣行仪式便会互换。你立刻烧了那画，挥洒流水或封口，画回法断，他或许还能保命，否则神仙难救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烧画。他终于睡着了。
能现形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是偷，小丫，这画必须烧掉，它会害死你的。我爷爷说了，又是你爷爷的鬼话，你就是怕我抢你风头，从说话邪门到装神弄鬼，现在直接偷，你真让我恶心。小丫冷静点，安宁不是那种人。她不是，她这大小姐做派我受够了，装的纯良，心肠最毒。小丫，谁在吵？试试。不能再等了。爷爷，画被他看得极紧，拿不到，烧不掉，他完全不信我，怎么办？邪缘不除，一事将成，恐殃及全校。我无法及时赶回，但已通知我徒弟武轩前去。你明日联系他，带他查看，一切听他安排。情况比预想糟糕，他浑身死气，邪气已开始侵蚀此地。若仪式完成，方圆10公里内活物皆损受源。还有其他办法吗？烧化最简单，但现在烧化比烧它还难。安宁，你又想干什么？还带人来？小丫，这位是武轩，我爷爷的徒弟，真正的风水师，他是来帮你的。那画演员都请来了，他给你多少钱？正规道士，那画是画魁，以魂为食，借身还阳。你已被缠上，命在旦夕。合伙骗我，安宁，你就这么怕我抢你风头？怕我有这画就有了真本事，不惜装神弄鬼毁了我？给我滚！邪气攻心，也听不进人话，先撤，保你安全。拉我出来干什么？我还没说完。说什么？他已被邪祟完全蛊惑，强行驱邪，也是他先死。画是邪根，烧不掉。眼下邪气已开始扩散，听我的，尽快离开学校，免受波折。我不走，他是我朋友，这里还有这么多人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。对了，爷爷说过，献祭要穿一样的衣服完成仪式。如果衣服不一样，或者仪式被打断呢？安宁，武先生，我知道你们可能好意，但晚会临近，周小牙是确定的 C 位，这次演出对社团至关重要，能不能请你们暂时不要再跟他说画和风水的事儿了？他情绪不稳，会影响整个团队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是我太着急影响了大家。作为弥补，我家制衣厂新到一批顶级面料流光修。我以个人名义赞助社团每人一套用此面料定制的舞蹈服，样式我来设计，保证出彩。流光校很贵的，真的吗？样式和工期……李经理，是我，用最好的流光校加急定制一批舞蹈服，尺寸数量稍后发你，样式我马上定，费用从我私人账户走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安宁。小雅那边我也会安抚。流光修料子本身略带灵气，我再在设计里融入简化的辟邪图样，希望能干扰仪式。小聪明，但作用不大。或许可以借学校地下微弱的地脉建流，布一个临时结界，关键时刻将邪气爆发暂困于礼堂内，为外人撤离争取时间。能救小牙吗？地脉之力只能困邪气，救不了他魂内的纠缠，要打断仪式救他。关键在舞台上，在那支舞里，这我帮不了你。我明白了，姐姐拜托你，舞台上交给我。老师，小牙呢？该上场了。请欣赏舞蹈《古韵风华》。快，你们先上，按队形来。他穿的和画里一模一样了，献祭仪式开始了。
所有人都看我，我就是最瞩目的明星。安宁，你拿什么比？结界成了，外面暂时安全了，现在必须阻止他。怎么回事？这是那肠子堵得撒一地，好惨！天哪，真的吗？这也太可怕了！这不是人干的事儿啊！这是。快走吧。血！救命！救命！浑身都是血，是鬼！周小丫是鬼！现在烧了蛊化，小丫或许还有救。邪祟退散，灵坛清明。瞬间制服被化仙控制的小丫，他绝非普通富家子弟。此人身手不凡，必通玄术，且来者不善。走，去找师傅。阿宁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爷爷，今晚实在太凶险了。刚刚在晚会上，我们见到季少出手诡异，察觉不对，便立刻止住火势，带话回来了。爷爷，如果真是季恒远在背后操纵化仙夺舍小牙，他应该阻止我们烧化才对，为什么反而要帮我们打断？仪式虽未完成，但互换已经发生。你那同学的灵魂已经到了蛊化里，此时毁掉就是让他魂飞魄散，再也没了原来身体的机会，而那化仙便能独享他的身体。季家，他们到底和这化仙有什么关系？季家和这化仙的渊源，需追溯到1000年前。季氏寒门100年困苦，求化仙佑我季氏富贵绵延。我等愿以全族之血为誓，永保化仙不朽。万事万物终有大限，化仙也不例外。季家仙族与化仙签订契约，不停贡献少女入化，化便可永不腐朽。若供奉停止，化仙便会反噬季家，吞其全族阳寿。所以，小牙等于是季家供奉给化仙的祭品。靠信奉妖魔献祭他人换来的泼天富贵，迟早遭报应反噬。爷爷，小丫，他还有救吗？有救，但希望渺茫，凶险万分。爷爷，求你帮帮他。小丫人不坏，他就是心气高，总想压我一头。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那鬼东西害死啊！罢了，武轩，取尘沙、无根水，还有那张1000年雷击木制成的符纸来。此乃镇符符，它的作用是暂时压制邪灵。你拿回去后需耐心等待，当周小家情绪剧烈波动时便是机会。贴符容易，难在时机，化仙必会拼死抵抗。你必须万分确定
在华仙主导身体时贴符。若是贴错了时机，震杀了周小丫的魂魄，她将永世不得超生，而你也会因此背上杀害至交的沉重因果，终生难安。我明白，我一定会分清，也一定会救他。安宁，你快回来！周小丫她回宿舍了，她很不对劲儿，你赶紧回来看看。安宁，你看见没？咱们亲眼看到她在礼堂都变成血人了，现在身上一点伤没有，皮肤好像也更嫩了，而且她居然在那儿看书，谁不知道小姨最讨厌看书了，太吓人了！该不会真被什么脏东西给上身了吧？可否借过一下？多谢三位。说话还咬文嚼字的，我敢肯定，这根本不是小丫，她该不会是什么邪祟吧？不行，我们不能跟她住一个屋，要不我们申请换宿舍吧？别怕，这个你们放在枕头下面，记住，无论晚上听到什么、看到什么，都别睁眼，别出声，熬到天亮就没事了。只要烧了这画，那个碍事的魂魄就会彻底消散，这具年轻的身体就永远是我的了。怎么会？为什么我的身体一点变化都没有？画是假的，妖孽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我是不会让你毁了真画，害死小牙的。我真是小瞧了你，把真画交出来，否则这屋子里的人都得死。我早就防着你害人，他们的枕头下是我爷爷加持过的桃木剑。把画给我，给我！怪不得要靠夺舍才能存在。原来就这点本事，你是不是因为以前武技平平，无人问津，才生出这么深的怨恨，变成这不人不鬼的样子？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必须万分确定，在华仙主导身体时贴符。若是贴错了时机，震杀了周小丫的魂魄，她将永世不得超生。小丫，小丫，你怎么样？安宁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头好晕，我刚才好像做了个噩梦。是小丫，她的意识暂时回来了。华仙虽然被压制，但没有被消灭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把小丫从华仙手里救回来。又被反噬了，距离上一次供奉已近10年。若1个月内再不将那个女子献给华仙，完成仪式，华仙吞食的可就不只是你的阳气了。我当然想尽快。可那个安宁屡次坏事，礼堂的献祭仪式被他找人打断，古画也被他抢走藏了起来，根本烧不掉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应夺不行，便智取。那周小叶不过一个爱慕虚荣的丫头，她想要什么就给什么，找个由头把人拴在身边。接触的时间多了，还怕找不到献祭的机会？别忘了，当年老子身处绝境，情况比你现在难上100倍。可把你母亲献祭给华仙之后，季家不仅度过了危机，老子不也好好活到了现在？我明白了，父亲。
我们家孩子那天晚上回去就做噩梦，说梦见浑身是血的周小月。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表演事故，太邪门了。对，这种学生必须开除，不能让他留在学校，影响其他孩子。各位家长，请冷静，冷静一下。那只是舞台特效和道具血浆，效果逼真了点儿。真的，你们要相信我。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？孩子都闻到血腥味了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我可不敢让孩子在这种环境上课，谁知道下次会不会出意外？周小雅同学，你看，最近关于你的留言比较多，为了你的身心健康，也为了学校的教学秩序，要不你先办理休学，等事情平息了再回来。凭什么休学？我好不容易才有点热度，刚出名就要我休学，没了曝光，我还怎么当网红？听听，这什么思想？满脑子就是出名当网红。老师，你看看，这种学生留在学校就是个祸害。周小丫同学，请你理解学校和老师的难处，也体谅一下其他同学和家长的情绪。如果投诉继续，学校和老师都很难办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跟季少关系匪浅，你们敢逼我休学，得罪了季家，老师你这工作还要不要了？还有你们这些闹事的，一个也别想好过。大伙儿别被他唬住了。季少是什么人？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勤，舞蹈系稍微漂亮点的，哪个没跟他关系匪浅过？就是，咱们系那个系花，家里开公司的，跟季少处了1个星期就被甩了。周小牙这样家世的，能处3天都算季少开恩了。你们胡说！你们就是嫉妒。侯远他对我是真心的，我跟他……潘高枝想疯了吧？这种心术不正的，更得开除。周小阳，嫁给我吧！我幻听了，季少向周小牙求婚？不可能吧？楼下那个是不是冒充的恶作剧？该不会是他自己找人演的吧？想挽回面子？嫉妒！你们就是赤裸裸的嫉妒！让开！我要去做我的豪门少奶奶了，别挡路！走，跟去看看。要是假的，就当看场笑话。万一是真的呢？周小牙真要成了季家少奶奶，现在去混个脸熟，将来随便指缝里露点好处，都够咱们吃几年了。保住！这是人干的事儿啊！这是。快走吧。天哪，这也太浪漫了吧！哇，好浪漫啊！小牙，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，你愿意嫁给我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吗？我愿，不能嫁给他，小牙。安宁，又是你，你就这么看不得我，非要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来捣乱是不是？小牙，你听我说，这一切都是陷阱。你会捡到那幅古画，去学古上舞，你的身体越来越像纸人，都是他设计好的。设计我？季少是什么身份，我是什么身份？他费尽心机设计我图什么？他图你的命，他要将你作为祭品献给那幅古画里的画仙，用你的命换他季家继续富贵荣华。这蜡烛……小牙，你这朋友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，我怎么会懂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？我只是想给你一个难忘的求婚仪式而已。就是，安宁，你无凭无据就在这里血口喷人，你是不是嫉妒疯了？证据，这就是证据。你们看，现在明明有风，树都被吹弯了，可这些蜡烛的火苗一动不动，这正常吗？借我用一下。看好了。此乃阴纸蜡，以100年尸油炼制，风吹不熄，水泼不灭。其上所刻花纹是引灵轮，这心形排列也非为浪漫，
而是一个简易的锁魂阵。新型剑端指向你，这些都是为了汇聚阴气，强化依附在你体内的化仙，同时弱化你自身意识。等你意识彻底模糊，便是化仙完全夺舍之时。小牙，这都是无稽之谈。这些蜡烛是我特意从国外定制的，花纹是设计师的艺术创作。什么尸油符文，你这朋友是不是玄幻小说写多了，故意编造这些来离间我们？我知道你们曾经是好朋友，但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越看不得你比他过得好。你心思单纯，可要擦亮眼睛啊！安宁，我以前只觉得你好胜，处处想压我一头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你就是个伥鬼，自己过得不如意，就见不得别人好。这次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。老师，我同意休学，我要备婚，去做继少奶奶了。小牙，你不能！小牙，恭喜啊！刚才在教室我们是开玩笑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小牙，你以后就是季家少奶奶了。休学归休学，咱们可得常联系啊。小牙姐，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老同学，给安排个工作呗。还是小牙有本事，不像某些人只会搞封建迷信吓唬人。就是嫉妒心太强了，见不得人好。听见了吗，安宁？大家都有眼睛，知道谁才是更好的那个。我终于彻彻底底的赢过你了。小丫，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和你比什么。嘴硬，我告诉你，我看穿你了，你再狡辩也没用。哇，季少也太体贴了吧！小丫以后肯定是咱们学校混得最好的，少奶奶命啊！小牙，既然决定了，不如现在就跟我回家一趟，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也该正式见见我父亲。他被好胜心和虚荣蒙了眼，季恒远正好利用了这一点。算了，安妮，他自己选的路，我们蜡烛法阵强化化仙，再把小丫带回季家老宅，那是他们的地盘，阴气最重，也最适合完成最后的仪式，不能再等了。走，去季家。什么？去季家？你疯了？我们怎么进去？必须去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在他们完成夺舍之前，在季家的地盘上，趁其不备，把小丫救出来。上车！欢迎周小姐。您好，我们是周小丫的同学，有急事找她，能麻烦您通报一下，让我们进去。少爷有吩咐，今日不见外客。周小姐正在与老爷和少爷相聚，不便打扰。没用，这些仆人眼神不对，动作也有些僵硬，恐怕不只是听话，而是被某种方式控制，跟他们讲不通。恒远，这幅画是真的吗？这个花瓶好漂亮，哇，这楼梯好气派。兴安的和那个臭道士还真跟来了，我好不容易把人骗进来，岂能让你们破坏献祭？小牙，父亲公司临时有事，要晚些回来。要不要先去我的卧室看看？我那里有更好玩的东西。
小丫，看着我，从第一眼看到你跳舞，我就知道你是我命中注定的人。嫁给我，我会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你。不行，进不去，但不能再等了。武轩，你能算出这别墅里哪个是季恒远的卧室吗？大致方位就行。坤位，阴气最盛之处，应是主卧，在那里。季恒远把小丫带回家，天黑了也不让走，接下来肯定是想借亲密的机会，让小丫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献祭，促成化仙夺舍的最后一步。我们必须阻止。可我们进不去，怎么阻止？成了，只要他心甘情愿与我结合，契约便能彻底稳固。我怕安静所灰暗，化仙将完全占据这具身体，我就不用再受反噬之苦了。我要嫁给武轩了，他比地上还有钱。那个穷道士是有钱人，阿宁还要和他结婚？他一定是故意的，明知道我在这里，故意喊给我听。小雅，别管他，我们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他肯定是嫉妒我，连结婚都要抢在我前面宣布，想压我一头。哎，又坏了我的好事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哪有钱娶你？我师父要是知道我拱了他家白菜，能把我吊在房梁上抽3天3夜。权宜之计，不这么说怎么把小丫寄出来？先把她骗出来再说。爷爷那边我会解释清楚的。阿宁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季少刚跟我求完婚，你就找了个比季少有钱的，迫不及待宣布要结婚，连这你都要跟我比，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？而且一个穷道士，怎么可能比得过季少？周同学误会了，我家只是行事低调，论家底，未必就比季家薄。我对安宁是真心实意，以后我的自然都是她的。你们，武轩，如果我记得没错，你不过是安宁爷爷身边一个学艺不精的小徒弟，编这种谎话，无非是想骗你离开我。小叶，你可别上当。我就知道，安宁，我早就看透你了，你就是嫉妒我。你越是不想我嫁进季家，我就越要嫁。而且我们的婚礼必须办在你前面，还要办得比你的盛大10倍100倍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当然，我的新娘值得最盛大的婚礼。听到了吗？有些人啊，就是打肿脸充胖子，连场像样的婚礼都给不了。安宁，看在我们以前是朋友的份上，等你被甩了，我可以让恒远介绍他朋友给你认识。当然可以，小雅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夜里风凉，要是冻着，我会心疼。没眼色的东西，还不去给少奶奶取外套？笨手笨脚，吓到少奶，拉下去，按规矩处置。少爷不要，我知道错了，少爷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别去，那仆人身上死气很重，恐怕早已不是活人。季恒宇这是在演戏，周正细看。看到没？这才是被人放在心尖上宠。某些人就慢慢喝西北风吧。恒远，我们回去，外面有脏东西，晦气。别追了，已经过了子时。季恒远今晚不能再行献祭之举，至少接下来的白天周小姨是安全的。
我们不能走。以小姨的性格，搭上季家这根高枝，她绝不可能安分待在屋里，她一定会出来炫耀。只要她出来，我们就有机会贴上镇灵符。喜欢吗？不知道你的口味，就让厨房多准备了一些。喜欢是喜欢，可是就我们2个人，吃这么多太浪费了吧？只要你喜欢，就不算浪费。叔叔好。这就是小丫吧？果然漂亮，难怪恒远这么喜欢。坐，别客气。一点见面礼，拿去随便买些喜欢的珠宝首饰，挑最好的。婚礼的事儿，我和恒远会安排好，你只管买，准备当新娘子就行。爸说的对，婚礼所有细节你都不用操心，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啊。季伯伯给了张卡，让我随便买点珠宝当礼物。哎，愁死了，那么多款式呢，你过来帮我挑，也开开眼，看看真正的顶级珠宝什么样。这次婚礼是最后的机会，我动用了不少资源才稳住华仙。如果再出任何意外，仪式失败，华仙的怒火，你我都承受不起，季家也就完了。父亲放心，这次绝不会再失手。安宁，还有那个武轩，谁也别想再坏我的事。周小姐，季少已经吩咐过了，本店所有珠宝任您挑选。这边请，我们为您准备了 VVIP 室和茶点。这条拿出来我试试。什么人啊，一点不懂先来后到。嘘，没听说吗？这可是季家未来的少奶奶，得罪不起。安宁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看看这条项链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挺出色，肤色很好看，钻石很闪。送你了，你以前那些10几万的珠宝太 low 了，这条100万呢，要是没我，你一辈子都戴不起。爷爷说了，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贴符，所以……谢谢你的好意。不过这个款式的珠宝我家里好像已经有几条了，都是我生日时长辈送的，心意我领了，项链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你说什么？你有好几条？安宁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好心送你100万的项链，你看不上？你在侮辱我！你们干什么干？滚开！一条破项链而已。安宁，我给你面子，你不要。以后别怪我不客气，我马上就要嫁进季家，有的是钱。小丫，你看清楚，我没有骗你，季家根本不是靠正经生意发家的，他们祖上就供奉着邪物化仙，你就是季恒源选中的下一个祭品。你胡说，你就是在嫉妒我！你编出这种鬼故事吓我，你以为我会信？就是现在！放肆！区区不止也敢阻我！就是他，化仙本体被逼出来了。武轩，快去烧掉那幅鬼画，快！一张破纸就想阻止我嫁进季家，安妮，你休想！我一定会嫁进季家，风风光光的嫁进去。你等着看，我一定会过得比你好1000倍万倍。小丫，别回去，危险！别太自责，华仙对他心智的影响比我们想的还深。
而且他自己的执念也太重了。还没结束，婚礼就是他们选定的仪式现场，我们还有机会，一定要在仪式完成前救出小丫。恒远，今天真是气死我了！你都不知道那个安妮有多烦人。恒远，这次绝对不能再出任何意外。华仙的耐心已经耗尽了。如果那个周小雅在婚礼前察觉什么，或者再有像安宁那样的人来捣乱，就直接动手，不用再等完整的婚礼仪式了。虽然效果差些，但总比再次失败强。父亲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婚礼现场的布置，特别是那面魂骨的位置，都确认，万无一失。真的，安妮说的是真的，他们真的要杀了我。谁在门外？小牙，你怎么站在这儿？手这么凉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你们说的陷阱，动手是什么意思？傻丫头，我们是在商量婚礼当天给你准备的惊喜。我们季家有些老传统，婚礼上为了宣告新娘子正式成为季家一份子，需要杀一只鸡献祭给季家祖先，寓意献上美好祝愿。至于动手，是让策划团队开始布置现场了。毕竟要给你一个最完美、最难忘的婚礼。小牙，豪门里谈事情，有时候就是喜欢云里雾里的，习惯就好，别往心里去。恒远对我这么好，季伯伯还给了黑卡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害我？您的账户到账50万元。这点零花钱拿去压压惊，喜欢什么就买什么。婚礼前要保持好心情，做最美的新娘。都怪你，说话不说清楚，害我瞎想。还有安宁，要不是她白天乱说，我才不会。好了好了，误会解开就好。对了，小牙，婚礼那天把你关系好的同学朋友都请来吧，人多热闹，也显得我们季家重视你，场面也体面。真的可以吗？太好了，我这就去打电话通知他们。今天这家店我包了，让店里的人立刻离开。这位小姐，我们还在消费。我可是季少的未婚妻，还要我说其他的吗？几位顾客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不对外营业了，给你们免单，还有一张消费卡作为补偿。正式通知你们，我和季少将于本周日举行婚礼，欢迎大家来参加，不用随礼，还能拿到红包和精致的伴手礼。小牙，以后就是季家少奶奶了，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学啊！恭喜恭喜，婚礼我们一定到。怎么想通了？到时候记得来喝喜酒啊！虽然你可能喝不惯太好的酒。小丫，那我能当你的伴娘吗？行啊，就让你好好看看我是怎么风光大嫁，怎么过得比你好。这眉毛是不是画歪了？还有这口红，颜色太俗气了，换一个。你们会不会做事？对不起，周小姐，我马上调整。哼，打扮的再好看有什么用？今天的主角可是我。新娘子今天当然是最美的了，眼神清明，动作自然，都是活人就好。小丫，这是我送你的结婚贺礼。符纸？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？土不土？这是我去庙里特意求的，大师开过光的姻缘符。我知道你现在什么都不缺，
但这真的是我的一份心意，希望你婚姻美满，平平安安。行吧，行吧，看在你还算有心的份上，就收下了。喏，这是给你这个伴娘单独准备的，比外面那些人的贵重10倍，里面是限量款手表和定制珠宝，今天就让你开开眼。谢谢你，小丫。仪式马上开始，请新娘和伴娘到前台准备。这场地真气派，就是怎么觉得有点冷飕飕的。是你穿少了吧？你看这伴手礼，金箔巧克力、限量香水，这一盒就值不少钱。季家真是大手笔。仪式开始，一拜天地，魂归化里。魂归化里，这叫什么吉祥话？怎么回事？是蜡烛怎么变色了？这些障眼术就是为你准备的，这样你就没空管真正的仪式了。二拜高堂，阴阳相随。糟了，不能再等了。小丫，夫妻对拜，阴阳交替。对，就这样，拜下去。这拜之后，契约完成，化仙入体，我就再也不会被吞噬了。成了，季家的气运稳了。不好，化仙要出来！我怎么了？又是你们啊！安宁，带他走，这里要塌了，快！小丫，走。何远，别回头，走。何远还在里面，我要去救他。你疯了？里面随时会完全塌掉，回去就是送死。你放开我！现在回去救他，我就是季家的救命恩人，季家一定会感激我，给我数不清的财产、股份、好处。小丫，恒远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！没气了！
死了！恒远，季少，你醒醒，你看看我呀！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？你答应要娶我的，你答应让我过好日子的。小丫，别太难过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别碰我！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！是你拦着我不让我回去。如果我能早一点冲进去扶他出来，他怎么会踩空，怎么会死？是你害死了他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你这个灾星！不对，太蹊跷了。季恒远身负邪术，有化仙之力傍身，就算一世反噬受了伤，可从这么矮的台阶摔下，怎么会这么巧，一下子就摔死了？这就是命数，恒远，他命该如此，强求不得。季老，节哀顺变。季少年纪轻轻，真是天妒天才啊！季老，那恒远的后事什么时候办？我们一定来送他最后一程。葬礼49天之后办，地点我会另行通知大家。49天，这不合常理啊！是啊，丧事不都是尽快入土为安吗？就算有事耽搁，头七、二七，也没听说拖到7期49天的。49天，果然有问题。季震天，你到底在谋划什么？诸位有所不知，这并非我季家特立独行，而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。我们季家相信，人死之后，魂魄并非立刻离体往生，须得经过7期49日的超度法事，才能令其真正安息。原来是大户人家的老规矩，怪不得有钱人家讲究事多，和咱们不一样。那就等通知吧。感谢各位今日来参加恒远的婚礼，没想到喜变变丧事，季某心力交瘁，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。大家都请回吧。季伯伯，求求您让我跟着去吧。我是恒远的未婚妻，我想为他守灵，为他祈福，我要守在他身边，直到他入土为安。你有这份心，恒远在泉下也会欣慰的。来吧。季恒远绝不可能这么简单就死。季震天说的49天超度，更是漏洞百出，他们一定在计划更可怕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干等。周小丫身上有你给的符，短时间内应该没有性命之忧。眼下最要紧是必须尽快弄清楚，这49天里季家到底要做什么，所谓的葬礼又是什么。回我家，爷爷或许知道些什么。如果我所料不差，季家拖延下葬，恐怕并非为了超度，而是想行49日转生之法。转生之法，这是一种极为阴毒古老的邪术，施术者需寻一具生辰八字特殊的假死之躯作为媒介，在49日内以秘法滋养尸身不腐，待到第49日举行葬礼，并施以秘法，届时不仅化仙得到滋养，也要会复活。季恒远现在是假死，如果我们等到49年后的葬礼，一切就都来不及了。季震天要筹备这么复杂的邪术，肯定费心费力，我得想办法再给他添点乱。爸，是我，有件事需要您帮忙，动用所有人脉和资源，全力给季氏集团制造麻烦，拖住季震天，让他必须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处理公司危机上。对。季震天被公司麻烦缠住，还要准备仪式所需东西，必然分身乏术。季恒远现在没有意识，化仙也处于仪式反噬后的虚弱期，季家别墅里唯一需要对付的就只剩周小内了。我们趁季震天无暇他助，潜入季家，找到季恒远的尸体，在49日期满前彻底毁掉他，断了化仙转生的根基。没错，尸体移植，我们今晚去吃。
事长，不好了，我们正在谈的成功地皮项目，安氏集团突然横插一脚，项目要被他们抢走了。我知道了，稳住他们，我马上回公司。越乱越出事，安家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除了周小姐，任何人不得靠近棺材，有任何异动，立刻通知我。是。恒远，对不起，如果当时我能再快一点，你就不会出事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看见你就烦。小牙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季少的事我真的很抱歉，我睡不着，越想越难受，所以还是想来当面跟你道歉，也怕你一个人在这里太过伤心，做出什么傻事。果然，尸身不腐，阴气内郁，生机未绝，这根本不是尸体，是养邪的容器。周小姐，节哀，我这里有道祖传的网上富贵符，只要在逝者心口，可保其魂魄安稳，下辈子一生顺累，享尽荣华。而贴符者缘分深受，此符还能牵引缘线，来世极大可能再续前缘，再结夫妻，幸福美满一生。小丫，说不定下辈子你们真能再相遇，再续姻缘。真的有用。心诚则灵，周小姐对季少一片深情，定能感动天地。好，我贴。恒远，你等着，下辈子我们再做夫妻。这是灭灵符，只要贴上去，就能瞬间摧毁这具养邪的尸身，断绝华仙转生的根基。到时候你再找机会激怒周小丫，我去烧古画，务必一击必杀。明白，我负责激怒他，你动作一定要快，不能给华仙反应的时间。恒远，我来送你一程，愿你来世安康富贵，我们来世再见。住手！这分明是恶毒的破灵灭魂符，贴上去，我儿子立刻魂飞魄散，连入轮回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们好狠毒的心肠！你骗我！季老先生，话不能乱说。这符确是我师门所传，旨在助亡魂安稳往生，绝非害人之物。倒是您拖延下葬，用这棺材和蜡烛布下养尸聚阴的邪阵，意欲何为？季家行事，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否则，别怪我不顾两家颜面，对你们不客气。季伯伯，究竟是谁在行邪术？您心里清楚。您拖延49天根本不是超度，是想用季恒远的尸身献祭化仙，行逆天转生之术。您这是在害他！够了，安宁，你的这套鬼话我早就听够了，听腻了！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以前是，现在更是。你拦着我不让我救季少，害他惨死。现在你又带着这道士来，想用邪符害他魂飞魄散，你就是要毁了我所有的希望！滚！你和这个臭道士立刻给我滚出去！宋柯，怎么办？安小姐，此路不通，请回。两位，这里是私人领地，请回吧。
看来季镇山是铁了心防着我们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，硬闯不现实，只会打草惊蛇。硬的不行，只能等葬礼那天。那天人多眼杂，季震天要主持仪式，要应付宾客，必然顾此失彼，那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希望周小牙身上那道符能护他到那个时候。同学，打扰一下，你知道明天季少的葬礼在哪里办吗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没听说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同学，请问季少的葬礼？安宁，别在这儿说，跟我回宿舍。安宁，你别问了，季家特意交代，不准任何人把葬礼的时间地点告诉你。小牙也说了，就怕你去捣乱，谁告诉你谁就是跟他过不去。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阿宁，你怎么搞成这个鬼样子？我家破产了，欠了好多债，财产都被拿去还债了，我现在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。小牙，我怎么办？阿宁啊，阿宁，你也有今天，以前不是挺神气的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看在咱们好歹是朋友的份上，我就收留你一下。真的吗，小牙？谢谢你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马上过去找你。我真的好久没好好吃顿饭了。行吧，我西郊的永安陵园青花厅，恒远在这办葬礼呢，你快来。别穿得太寒碜，我可丢不起那人。谢谢你，小牙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姐，小丫，谢谢你愿意收留我，还让我来参加葬礼。节哀顺变，保重身体，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。怎么样？那具尸体确实是季恒远的尸体没错，而且49天借命之法已经到了最后关头，尸身不僵，面泛红光，胸口隐有气息，这是即将完成转移的征兆。一旦仪式结束，周小瑶就会被彻底献给华仙，保住季家的荣华富贵，季恒远也能复生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当众揭穿？不可，无凭无据他们会反咬一口，而且容易引发骚乱，让邪术失控，伤及无辜。必须悄悄破坏尸体上的邪法布置，断绝其生机来源。我想办法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，制造一点混乱，你趁机动手，能行吗？时间很短，
必须精准。不过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你务必小心，拖延时间即可，不要硬来。明白。朱一的家属向我策划之后。着火了！救救我！怎么突然烧起来了？死人了！快躲开，别溅到火星！安宁，你又捣乱！安宁，我看你就是存心想让我丢脸。你来参加葬礼带火干什么？万一烧到别人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是衣服上的静电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够了，你站到一边去，别再给我添乱。成了。成了，我以雷击桃木符与破煞符，彻底击散了他体内强留的残魂和邪法根基，断绝了尸身所有生机和与外界的邪法联系。那太好了，小牙暂时安全了。但是太顺利了，季家父子谋划这么久，布下49日之局，尸身的防护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被我破掉？这不对劲，不对，这大厅里怎么还有一丝季恒远的气息？虽然很淡且飘忽不定，但确实存在。尸体明明已经死绝了。师兄，会不会是你刚才施法残留的感应？或者这殡仪馆阴气重，混淆了你的感知？节哀，保重。师兄，你说会不会是季老爷来了？他是季恒远的亲生父亲，血脉相连，气息相近。你太紧张了，感知出错了。血脉气息确实有可能混淆，但总感觉哪里不对。季震天身上的气息虽然强大阴沉，但似乎过于稳定了，不像刚丧子之人该有的波动。季恒远的气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安宁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你谁都别说啊。什么？我怀孕了，是恒远的孩子。恒远在天之灵也会保佑我们母子的。我们中计了，都是障眼法。季震天从头到尾就没想过复活他儿子，他真正的目的是让华仙寄生到周小丫肚子里，等着孩子生下来，华仙便能借婴孩之身彻底转生，季家的荣华富贵就能继续靠着邪物维系下去。你什么时候怀上的？婚礼前还是他死之后？就那几天呗，谁记得那么清楚？反正孩子肯定是恒远的，这可是季家未来的继承人。等孩子生下来，我就是季家的大功臣。季伯伯说了，不会亏待我，到时候季家的产业都是我肚子里的孩子的，我看谁还敢看不起我。小牙，你听我说，这孩子不能要，他很危险，他不是普通的孩子，他又来了。安宁，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有半点好？我有了季家的骨肉，有了保障，你就这么难受，非要咒我的孩子？小丫，过来。季伯伯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，我怀孕了，是恒远的孩子。什么？季少有后了！恭喜季老，贺喜季老，这是大喜啊！季家血脉有继了。好，这是我季家的大喜事。小牙，从今天起，你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安心养胎。我在云雾山有一套别墅，从明天起你就搬过去，给季家生下一个健健康康的继承人。季总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她现在怀了华仙，在孩子出生前，季家必定会把她当宝贝供着，暂时没有性命值也没用，先回去找师傅从长计议。也只能这样了。
糊涂，糊涂啊！那丫头是自己往死路上闯啊！爷爷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武轩说化仙寄生到他肚子里了，是真的吗？还有救吗？你们都被季震天那老狐狸骗了，他真正的计划狠毒之极。爷爷，那小牙以后会怎样？化仙寄生有4个阶段，起初被寄生者腹中如同有个无底洞，食欲暴增，寻常饭量根本无法满足。接着，然后肚子会异常胀大，快得不像怀胎，事事生肉血屎，状若野兽。最后，如果我们阻止这个孩子生下来呢，是不是就能打断转生，救小姨？理论上是，但那女娃如今被荣华富贵迷了眼，性格又倔强，一心想靠这孩子坐稳季家少奶奶的位置，想让她自愿放弃，难如登天。再难，我也要救他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那鬼东西吃干抹净，还做着豪门阔太的美梦。蠢货，现在让你得意，等你生下化仙被吸成干稀，这里的一切还不是原封不动回到我季家手里。董事长，安氏集团又开始了，我们好几个项目的合作方突然取消合作，资金链压力很大。小牙，你好好休息，公司有点事儿，我去处理一下，需要什么尽管吩咐下人。安家，趁我筹备转生仪式频频发难，季家气运就能稳住，甚至更上一层楼。这次我绝不能再有任何意外。我饿了，快去做饭。我要吃清蒸东星斑，鱼要最新鲜的，还有白松露意大利面，松露要今天空运来的，再炖一蘸冰糖燕窝，燕窝要血盐。是。没饱，再做。李经理，再送100斤顶级和牛肉，50只龙虾，你先送50袋过来。对，马上，周小姐等着呢。他不接电话，也不回消息，难道出事了？季震天既然要保他平安生产，暂时应该不会让他有事，可能只是不想理我们。起初被寄生者腹中如同有个无底洞，食欲暴增。是这里，周小丫肯定在里面。必须想办法进去，或者至少联系上他，不能再等了。周小姐，您的电话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错了，小丫，我不该总拦着你。我家破产后真的过得好难，今天一天都没钱吃饭了。现在知道求我了，早干嘛去了？行了，别嚎了，我在云翘山18号别墅，你自己过来吧。我正吃饭，没空接你。谢谢你，小丫，我马上到。小姚，你怎么吃这么多？怀着孩子暴饮暴食对身体不好。哎呀，你头发都乱了。小牙，你累了吧？怀孕的人嗜睡，我扶她回房休息。
师兄，是我见到小牙了，给他贴了安神符，但是他的肚子一下子大起来了，还有黑气，就和爷爷说的一模一样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情况恶化的比预想的快，你找机会试探他的态度，看能不能劝他放弃这个孩子。如果他执意不肯，就想办法让他的肚子小下来，在华仙彻底成型前，或许还有一线机会。让肚子小下来？怎么？他醒了，我先挂了。我的肚子怎么这么大？小牙，你别怕，听我说，这肚子大的不正常，不像是普通怀孕，还有这上面的黑色纹路。我就是刚才吃多了撑的，黑色纹路有什么可怕的？不就是妊娠纹吗？哪有妊娠纹是这样的？而且你才刚查出怀孕，根本不可能这么快长纹。小牙，这孩子真的有问题，他可能在伤害你的身体。安宁，绕了这么大圈子，你到底还是想说这个？你就是想让我打掉孩子，对不对？没了这个孩子，我就和季家没关系了，就会变得和你一样落魄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小瑶，我是担心你，这很不对劲，我只是怕你受到伤害。够了，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出去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你刚醒，喝点水吧。师兄说过要想办法让他的肚子小下来。周小雅腹部的肿胀和黑色纹路都不正常，不能再等了。幸好还留着前几天不舒服开的泻药。来，喝点水，顺顺气。对不起，小雅，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，请你一定要撑住。师兄，我给他用了泻药，肚子只小了一点点，效果很差。他现在累得睡着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法子行不通，化仙已成气候，非寻常药物可动。我马上去找师傅，看有没有能暂时压制或延缓其生长的法器。你务必小心，别被季家人发现。离开这里，下次未必还能进得来。小丫现在身体堪忧，我必须守着她，否则心里不踏实。小牙，小牙，周小牙，小牙，你在哪儿？小瑶，你在干什么？快放下！安宁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拉了一天肚子，好累，就上床睡了。我怎么会在这里吃肉？不是我想吃的，我不想吃。安宁，帮帮我，我控制不住，我不是怪物，帮忙，停下来啊！食欲暴涨，肚子异常胀大，现在开始适时生肉。爷爷说的3个阶段全齐了，不能再放任下去了。
不能再待在这里了，这里是季震天的地盘，太危险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先离开再说。安家丫头，你留不得了。好奇心害死猫，安家丫头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有时候，知道的越多，就死得越快。我查过了，你是安老头的亲孙女，你们安家血脉特殊，尤其是女子的灵魂纯净有灵性。若是将你一起献给华仙，定能让她法力大增，我季家的气运必能更上一层楼。我不是医生，我不是，我比安宁漂亮，我跳舞比她好，我才是该被众星捧玉的那个人。小雅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季伯伯，我肚子不舒服，可能是腹泻还没好，我想让安宁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强行阻止只会让这丫头警觉和反抗，万一情绪激动影响了华仙，得不偿失。也好，身体要紧，是该去检查一下，确保我孙子平安。我陪你们去。师兄，紧急！季震天要灭口，我骗他带小牙去医院检查，现在在去市医院妇产科路上，速来！收到，坚持住，我立刻到，保持联系，见机行事。胎儿看起来倒是挺活跃的，不过你这个孕抽……奇怪，这大小这结构发育怎么看也不像才2个月的样子，可能是哪个医生写错了吧。目前看孩子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母体有点虚弱。我给你开点营养补充剂和保胎药，回去好好休息，安心养着就行。6、7个月的孩子一般都很稳了，别太担心。6、7个月？医生，你搞错了吧？她怀孕还不到2个月，不到2个月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看这胎儿的头臀长，四肢发育，这绝对不可能是2个月的胎儿。我才查出怀孕没多久啊，怎么可能是6、7个月？小牙，检查做完了吗？怎么样了？季伯父，医生说我……医生，刚才我们什么也没说，你什么也没发现。这孩子没问题，对吗？怎么样？医生具体怎么说？小姚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没事，季伯伯，就是做 B 超有点累，加上小鱼腹泻刚好，身体虚，医生开了点营养药，让回去好好休养就行。看来华仙成长的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。没事就好，那走吧，回家好好休息。季伯伯，小姚说她有点不舒服，想再去一下卫生间。季伯伯，我肚子确实还有点不舒服，想去一下。去吧，女孩子家就是麻烦些。我在楼下车里等你们，快点下来，别着凉。市医院妇产科楼层，立刻调所有人过来，把医院给我围了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小牙，你现在亲眼看到了，亲耳听到了，这孩子有问题，
他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胎儿，季震天在骗你。他养的那个鬼东西就在你肚子里，他想要你的命。没时间了，季震天刚才答应的那么爽快，肯定有问题。我们一旦出去，再回到他的掌控里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小牙，你听我说，我爷爷给过我一道符。这道符，只要你愿意贴在你的小腹上，就能流掉这个不该存在的东西。你会很疼，但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总比被他吸干强。周小牙，你看着我，听我说话。安宁，你的嘴巴在动，但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。这道破邪胎符必须在前3个阶段之内使用，且需他本人心甘情愿，贴于小腹丹田处，方可引动符力，化去那邪胎。但切记，若他已进入第4阶段，无感见尸，此符便再无用处。届时，邪胎已成气候，与他血脉魂魄纠缠过深，强行化胎会连同他的性命一并夺走。我听不见了，我刚才进来还能闻到卫生间消毒水的味道，现在我也闻不到了。安宁，我看得见你，但我听不见你说话。接下来会是什么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不想死，安宁，你救救我！看着我的嘴，你不会死，我一定会救你。只要不落回季震天手里，就还有希望，信我。师兄，我们在4楼妇产科最东院的女卫生间。我看到你了，抬头看窗外左边。师兄，你到了。听着，我带了东西，你们想办法开窗，或者从窗栏缝隙里伸手出来，快！神形无碍，如意升腾。绳子下去，5圈在下面，快！别怕，看着我，为了活着下去。安家丫头，果然是你一直在搞鬼！季震天，周小亚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一定会救她。你的阴谋绝不会得逞！你找死！安宁！乾坤借力，旋风！我没死，我还活着。师妹，没事了的话，能不能先挪开？我好像有一点死了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怎么样？伤到哪里了？没事儿，死不了。幸好不是法术攻击，我这把骨头还扛得住。别管我了，快走，这里不能待了。
风听令，卷尘闭目。趁现在，好！站住！别想跑！快上车！灵驹附体，疾走如风。小丫，快，你先上车，手给我！我的脚！拦住他们！开枪！打腿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周小丫，手给我！快啊，快！安宁，走啊！走，你那么厉害，一定能想到办法救我，我信你。小丫，安宁，上车！再不走就真的没机会了。你想让他白挨这一枪吗？坐稳。暂时甩掉了，别太自责，你已经尽力了，我们都尽力了。周小丫她最后是清醒的，她选择了救你。可我丢下了他，又一次在他需要我的时候。现在不是懊悔的时候，季震天把他带回去，肯定会严加看管，加速化仙的成熟。我们必须立刻去找师傅，他或许还有最后的方法。爷爷，求您告诉我，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救小丫？无论多难多危险，哪怕是拼上我这条命，我也要试一试，求您了。那丫头被带回去，季震天定会用尽手段，让她忘记今晚的一切，乖乖等待生产。届时防守必定加倍森严。华仙寄生已到最后阶段，近乎无解，我也束手无策。不会的，爷爷，您再想想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古籍上呢？或者我们安家祖上有没有传下什么禁术？只要能救他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办法或许还有一个，我曾看过一本古籍，提及借腹转生的写法，对瓜熟蒂定的时辰要求极为苛刻，需契合特定星象或阴时，方能完美承接。若是能设法扰乱或者强行改变这个时辰，改变时辰？怎么改变？让华仙提前出来，还是延后？延后绝无可能，唯有提前。在华仙和季振周都未准备好的错误时辰，强行催动生产，或许能打乱转生仪式，甚至让华仙遭受反噬。但此举凶险万分，对宿主的伤害……爷爷，提前，就让华仙提前出来。我有办法，我知道怎么让小丫愿意提前生。小牙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肩还疼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季伯伯，我怎么在这儿？我明明记得我在楼下餐厅吃饭，然后头很晕，后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3天，我睡了3天。唉，傻孩子，你那天晚上吃完饭突然就昏倒了，可把我吓坏了，赶紧送你去了医院。医生说你劳累过度，营养也没跟上，抢救了好久才稳定下来。是这样吗？当然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养，什么都别想，安心把我季家的子嗣生下来。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处理，你好好休息，需要什么就叫仆人。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为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？
在餐厅吃完饭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累了，要休息。来人！我刚泡的茶，本来想睡前喝点安神，但突然头晕，你们替我喝了吧。上好的茶叶不能浪费，正好尝尝我沏茶的手艺如何。怎么，怕我在茶里下药，还是怕我跑掉？你们长本事了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没有没有，周小姐您别激动，我们喝。行了，都出去吧，我要好好休息。安宁，是我。我问你，我前几天是不是进医院了？真的像季伯伯说的，昏迷了抢救，住了好几天院？医院？不知道呀。我最近怀孕了，反应大得很，光顾着自己难受了，都没怎么注意你那边呢。你说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是呀，没想到吧？我也要当妈妈了呢。是武轩的哦，我们俩情投意合，这不就有了吗？哎呀，真是的。没有，师傅，没有的事儿，假的，演戏，都是为了救周小亚。我对师妹绝无半点非分之想，清清白白，天地可见。哼！安宁，你居然连这种事都瞒着我，怀孕了都不告诉我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朋友吗？3号床安宁家属，人呢？产妇要进产房了！哎呀，医生来催了！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进产房生孩子了，等我好消息哦！安宁，你混蛋！这办法真的能行吗？太险了，万一他不信，或者季震天阻止，一定行。他什么都要压我一头，连生孩子这件事儿，他都绝不会允许我抢在他前面。他认定自己怀了季家继承人，自认高人一等。他现在一定在拼命想，怎么才能抢在我前面生。安宁，什么事你都要抢在我前面，连生孩子都要抢，凭什么？我怀的可是季家未来的继承人，你怀的算什么？一个穷道士的野种！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被他比下去，我必须比他先生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周小亚才是最早为季家生下继承人的那一个。这都是什么破法子？要么需要特殊食材，要么就是按摩运动，就我现在这身子根本做不了。取陈年糯米1小碗，黑豆1把，清水3杯，造新土1撮，混合后用陶罐文火熬煮至粘稠状，成墨黑色糊粥，趁热服下。这不是天助我也，这些东西厨房里都有。吃了它，吃了就能提前生，就能比安宁早，就能赢了，不能被他比下去。季伯伯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有点饿，想煮点东西吃。饿是好事，说明孩子长得壮。不过检查要紧，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对了，不是去市里的医院，
那去哪里？我们季家祖上传下来的规矩，生孩子前得去拜一拜，求个平安顺遂。地方在郊外山上的鼓楼，已经安排好了。反正预产期也就是明天，今天去拜一拜，正好不耽误。又是那种阴森森的地方，不行，得赶紧离开这里，不能让他发现我在煮这些，还有这锅东西。哦，好，季伯伯安排就好。我有点累，扶我一下。师妹，你确定周小燕会吃那催产的东西？万一她没吃，或者季震天看得紧，她没机会吃，我们这一切准备可就白费了。他会吃的，我了解他。但愿你的判断和上次一样准。来了，躲起来。季伯伯，我们来这种地方拜什么？这里好吓人。拜什么？当然是拜你这尊送子娘娘了。蠢货，还真以为能母凭子贵？不过是个温养我季家守护神的容器罢了。送到台上去，摆好仪式需要的位置，别弄错了。时辰快到了，只要等到午夜0点，阴气最盛之时，化仙便会借腹中转，完美降生。我季家的气运必将绵延万代，永享富贵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回事？时间还没到，怎么会黑气外裂？成了。不对，这气息混乱，这不是完美的转生，是提前降生。因为时辰不对，准备不足，化仙的灵体不完整，不完整的化仙急需活人精气魂魄补充，这里只有我。糟了！一个季震天满足不了他，他还需要更多养分，绝不能让他离开鼓楼去害人。他附体了，小心！师兄，我该怎么办？等机会，等周小瑶自己的意识暂时夺回身体控制权的时候，用镇灵符贴他额头，我去烧化，同时进行，才能彻底消灭化仙，救回周小瑶。小丫，你醒醒啊！安宁，玄学世家的灵魂，比那个老头的更纯净、更美味。吃了你，我就能变成最厉害的化仙，谁也奈何不了我。最厉害的，有了！周小丫，我觉得你跳舞很烂，离我差远了，你永远都比不上我。不可能，我跳得比你好，我苦练了那么久，我才是最厉害的。不上我比你强。师兄，烧化！离火招招，邪祟焚烧，吃！
警官，这个人叫季震天，是季氏集团的董事长。我们怀疑他长期从事非法敛财，并且大搞封建迷信活动，涉嫌利用邪术害人。这是我们在鼓楼里找到的一些可能相关的证据和线索，希望能协助调查。情况我们了解了，感谢二位提供的线索，我们会展开详细调查，后续可能还需要二位配合，请保持联系。安宁，我们这是在哪儿？我头好痛，身上也疼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了，小丫，都过去了。周同学，你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，差点没命。是安宁还有我们俩联手跟那玩意儿大战了300回合，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回来的。怎么样，够义气吧？少来，就你还大战300回合，吹牛吧？肯定是我自己福大命大。再说了，就算真打起来，肯定也是我比较厉害，我救他还差不多。是，你厉害，你最能干了，是你救了我，行了吧？小牙，这里有点冷，风大，我们去那边背风的地方画吧。